那在这个多样化的生态来看呢，我们在做这个车载应用的一个分级，分类别的一个统计来看，我们认为未来增长比较快的聚焦于几类，比如说这个音频、音乐类的这个应用，这个视频类的应用，这个游戏类的应用和这个导航地图相关的一个应用，未来会持续不断的一个增长。那在我们的全球消费者的调研的统计来看，那使用最多的应用聚焦于导航地图音乐、车载、收音车内的这个通讯以及这个车控 LBS 这个语音助理等等这些应用是用户最常使用的一些车载应用。而对于整个的，比如说商务和车载游戏，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如果只用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来概括现在的屏幕的演进方向，那其实就是屏幕的尺寸持续的上移，整个尺寸区间、整个尺寸区隔的持续上移。在全球范围内，13寸及以上的显示屏是未来5年最确定的增长区间，而小尺寸的显示会逐渐的萎缩。在右侧，中国市场的特征更为明显，主流的尺寸高度集中，比如说14.6、15.4、15.6和16.1、17.3成为典型的尺寸区间，其中13寸以上的增长极大的拖动了全球的一个尺寸区隔向上攀升。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中国11寸到12寸这样一个传统的区间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其实反映出一个核心的特点：车载显示的市场，如果从中国来看，从过去的追随全球趋势，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主流的座舱尺寸，已经开始引领全球的一个流行趋势。深度赋能的这个就智驾时代，那座舱显示技术也正在从信息的终端走向场景交互中枢的一个加速的进化。那过去屏幕它其实只是一个信息的输出窗口，那今天它成为感知、判断、反馈的一个交互核心。随着座舱驾驶向办公、娱乐、健康等多元场景演变，新的显示应用也在不断的涌现，比如这个前挡的显示、门板的环绕、车外显示、天幕显示、B柱显示、车窗显示等这些形式。我们可以看到 AI 正在成为这个智能座舱的大脑。那么对人，它通过融合语音、手势、视线等感知的方式，实现自然流畅的多模态人机交互。那么对车的话，它实时去分析车辆状态与驾驶行为，协调整车做出更合理的一个决策。对路的话，它是结合传感和高精度的一个地图，动态感知，并且预判路况。可以看到这个虚实融合的真正的显示，我们认为好的 AI HUD 就不需要思考，一键即懂。我认为这件事情是 WHUD 永远也做不到的，因为 AI HUD 它是一个跟现实叠加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到 AI HUD 的画幅足够大，那它覆盖的最少到2到3个车道以上，对于增量的必要性跟现实的叠加是可以做到一键即懂的。那但是在普通的 WHUD 上，它会有一个重复投射的问题，或者有过载、有分心。就是说画幅过小，你需要做重复的跟现实跟图标的理解跟解读，这个大大的浪费了驾驶者的这个精神跟时间去确认整个路面跟仪表的状态，这个也是 AR 最大的一个价值点存在。